前情提要：上一集我们踏上少女峰列车的旅途，而这一集我们将会游历圣摩里之湖，以及为瑞士之旅画上完美句点的伯莲纳列车。早安啊，卢森！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去吃个早餐，所以我们只要回来拿行李。看起来好呆啊！老样子的自助式早餐。现在一大早的前往湖边，看这里，好可惜啊，没有带个空拍机来拍一下。他在逃离我吗？你越是逃离，我越想要。卢森旧城区的地方，这只狮子啊，是一只受伤的狮子。各位，你看到它的脸其实是很哀伤的哦。瑞士的自然环境在过往并不适合基础的发展，因此有着大量的雇佣兵前往国外服务其他的君主。1792年8月10号，在法国巴黎杜伊勒里宫发生了一场屠杀之中，瑞士雇佣兵展现出了他们的勇气与忠诚，因此于1821年建造出了这一座垂死的狮子像，献给瑞士人的忠诚与勇敢。蓝色、白色卢森州的州旗，上面写的是卢森州的嘉年华。去麦当劳，就去麦当劳。看瑞士人也很懂啊，这个。在卢森旧市区这边，然后形成一些古建筑的跟它的来由，真的是每个城市都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卡贝尔桥，他们会搭这座桥来到这边教堂，这边踢足球，真的是在钓鱼吗？刚才听导游介绍，那后面其实都是雪山，但是现在的天气没有到那么好，所以都雾雾的。之外，这一家有卖马卡龙这一种。但是我等他娶老婆带我来。我们的木偶好不好？我一只手握不起来。Yes。Where you come from？ 台湾。好，谢谢。取这个袋子。是海冷。哇，落地架。落地架。是户外的城市啊，
上面那个也太逗趣了吧，它在飞呀！这人类怪怪的。我打算来湖边这里晃晃。哇，游轮载满了人，大船出港喽。其实他们这里散步还蛮舒服的，又有风，凉爽凉爽的。在周围通通都有历史建筑啊等等的。有人在遛狗，那只狗狗很可爱。然后这边就有天鹅，哇，太近了吧，哥！他们都已经成精了，哇，太快乐了吧，在晒太阳。哇，还可以租这种的，这边有大艘的、中型的，跟这种最一般脚踩的。我再补几张，我觉得要压缩感应该要再靠过去，这样子延伸过去的感觉，然后到那个塔楼。那是刚好不会有人挡到。到处都是鸭鸭。刚刚看到的一台车，它有在摆路边摊卖一些果汁之类的，而且他自己还放了一个座位区。OK， 这就是卢森的哈贝尔桥，哈贝尔就是他们德文的教堂。一路从那边，然后有个箭塔一直连过来，然后到这个教堂。那时候也只有这一个桥可以经过这里。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it ha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pull stars from the sky, just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Never sleep, never stop, as we shout from the top.We're gonna be two hearts running wild. 日军到了海边就有船可以坐过去。Now the morning is the afternoon. We lay awake in bed. The laughs so loud.As the hours pass, we're gonna do it all again.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 wanna dance to the light. 就他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罗马帝国拆成两个，从你可以看的教堂，全部都是隔得上大家都听过的十字军东征。可爱的狗狗。吓到！这蜜蜂是怎样？觉得我是黄种人，所以说看起来特别像黄色的花嘛。哦！被滴滴冲撞了一下。小腊肠，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整个瑞士国土的轮廓。
全国的铁路图。到了圣摩里兹，东西都要拿下来哦。哦，谢。妈呀，下雨了。这是他们的计程车。哇，还出太阳。这就是圣摩里兹湖。如果是雪季的话，不知道整个画面会有多好看。我们刚刚呢从这一个库尔一路的坐这个冰河列车下来，那我讲过这个，因为它名称叫冰河列车，可是你在沿途看不到冰河，是因为冰河它是在山顶上面，所以呢沿途其实上头有很多的这个冰河哦，那就必须要坐缆车到上面去观景的，或者是健行的。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底下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河流、湖泊跟瀑布，都是因为山上有很多的这个冰川冰原。因为这边是度假的这个地方，所以可以看到比较多的一些大的一些品牌。好，那到了意大利，当然意大利就是用欧元，所以明天到了意大利，是吧？就没办法用，就是用欧元。这是跟各位说明一下。所谓宾至如归，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一进到门口，就是像这样萤火的造景，即便不是西方人，这也有一种回家的感受。而今天的住处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舒适。一进房门就是双人沙发，还有双人床，整体温暖的调性一直延伸到了厕所，还有窗外的景色。各位，既然到了倒数第2天，那我就来简单讲一下，这就是每一天它都有这样子的腌肉片，有没有？清一色的几乎都有，还有起司，大家常常会来这边吃到的。然后这边就是沙拉区，他们的沙拉就是优格配一些新鲜蔬果，再来就是热食。因为这个比较特别，有蘑菇，其中蒸蛋跟培根这2项是必备的。这种果干区，来点小的croissant，因为它有些果汁味道其实很奇怪。这里是他们的教堂，在湖边的一座教堂，很大间啊 ，St. Moritz。圣莫里兹湖，
不知道晚一点天气会不会好一点。真的有马哦，太多只了吧？这边这个画面也是很好看。我们漫步在这个圣莫里之湖，吓我一跳！哎呦！让我们从头开始吧。这是我第一次出国，而且是以跟团的形式跟着整个行程。而跟团的好处就是可以无脑的跟随着行程。而在这既定的行程中，我时常回归到自己身上，我究竟想要看到什么？而漫步在圣莫里兹湖畔的时候，我似乎也将许多的烦恼抛之脑后，坐下来飞起无人机，用视觉、听觉、嗅觉来感受瑞士人安静且充满活力的氛围。他们对生活满足的态度似乎不是以激情，而是潜移默化的转变为动态与视觉。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奥妙，但你来瑞士一定会理解的。见证了他们的生活，我似乎也在思考我究竟是谁。也许现在的我就在启程的路上吧。天哪，刚刚不是阴天了吗？然后现在给我出太阳，但也好，记录一下没有人记录过的圣莫里兹。这边是它的地图，一定要印那么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过他们地图系统？他们地图系统真的就是长这样，很清楚哪里有什么。斜斜的。那各位看到这个400多年的这个钟楼哦，很多人都把它称为圣莫里兹的这个斜塔啊，跟比萨斜塔一样。真的斜的，是歪的，眼睛没有问题。400多年。圣莫里兹比较相对热闹的地区了，然后这边有非常多的名牌，大家从后面可以看到很多的店家。我们抵达圣莫里兹湖湖边，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整个一览无遗的景象。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有点烦人，有没有？水手亲狗便，然后这是小吉吗？然后这边是黑色的狗便袋，这有一个非常时尚的建筑，它里面是窗户，然后用格栅来去包裹，就连这边的设计也是一样，用这样的语汇，这算是一种加强亮体吧。但是它是比较相对轻一点的亮体，所以说看起来不会那么厚重。边走过来的时候还可以边透到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断面。大家有看到吗？这个相对古老的建筑，看着好想骑车哦！天哪，太重了，所以它要回转上去。餐时间啊，牛、羊、狗、这辆非常的意大利。够了，先走。哇！
搭车从圣莫里兹这个车站，然后就搭去终点站意大利。然后这边的人真的都会礼让行人，豪车，这台车。在购买纪念品的同时，我也观察了一下这边的物价，一罐可乐大约要120元台币。接着导游为我们讲解接下来搭火车的行程，这也是继少女峰铁路护照以后的又另外一个新的证书。国联南列车准备搭乘50年。然而这时的我还没有意识到，在这趟旅程最后一次的列车旅途会有多么难忘的体验。波莲纳列车，上意大利哦，来，我们往这边走。它每个车厢都有不同的符号。
对，联合国文教组织世界文化遗产，这边是往瑞士，然后这个是一般的车站，这个比较有它的纪念意义，还有它的历史意义。我了哈，开了一趟已经到瑞士了。这一间有一个超大的户外空间休息区，然后刚刚上厕所，因为有1块钱，然后它1块钱是可以拿来抵它里面消费的1块钱，所以说我买了2块钱的这个气泡水。它气泡水跟一般水的价格是一样的，最后的最后，我们前往了我在瑞士旅途最后的终点 Lugano，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的站在镜子前。谁知道世界原来这么大？在经历了约莫8天的行程，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一生一定要来一次瑞士。而在此之前，大家绝对要知道一个前情提要：我就是一个穷小子，阶级复制下的产物。就像我第1集所说，我以为我出的第一个国是天国，但现在的我竟然到了瑞士，所以说钱绝对不是最大的问题。在别人眼中，这笔钱确实是存不到了，已经花出去了嘛。但我获得了比这更加珍贵的事物，一个自由且受到解放的灵魂。接着，我们来到这趟旅途真正的终点——米兰。米兰哦，整座城市根本就是美术馆与博物馆的集合体，我心里是如此的赞叹的。而这边，我想大大的感谢我们的导游小甘，他让我们这次的旅途非常顺利，且充满了人文历史意义。很屌欸，怪不得要这么保护，好扯哦！哇哦！各位事务所的同仁一定不会相信我接下来遇到的事情，是一群意大利的学生呼唤着我。OK， 起初我也听不太懂，但一会过来，他们是在讲 photo， 我怎么舍得错失这个机会呢？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这个才是旅行的感觉，太开心了吧！我们先等，没关系，我们先来好了。感谢各位观看我们假期间事务所的影片，希望你有感受到我在旅途中的愉快。大家请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哦，然后向着闪电火速开启小铃铛。最后这张照片献给看到现在的你 ，Peace。